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普罗森新出的一支水洗树脂。那我买的是白色，它这一支强调的是它加强了韧性跟耐用度。那先给各位看一下我印出来的东西，那就是这样子。因为呢，我主要是想要说去印白膜，所以我选择的都是一些什么1:7的套件之类的。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厂商好像也开始使用3D 列印件去做输出了。像这是上次介绍的哈塞高的因为它这个就是白色的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树脂啦。对，不过我想说，既然这次有出这个，那就可以比较一下。那这个颜色来看，上次这个已经很白了那结果这一次出的这个更漂亮。那精细度呢，其实这样比应该就比得出来了啦。不过呢，因为上次呢，我这个影片呢，这一支影片呢，有人说应该要上色一下测试嘛，所以呢，我这次有印了这个。那这一个呢是40 mm、30 mm， 那这个是50 mm 的，就是说层高的部分呢，我设了30、40跟50，总共3个。那准备来做一下上色测试。其实它这个层高你只要说你可以，因为他们的白膜就是说我会上底漆再上色，所以只要说你的沉纹的部分呢，只要可以用底漆喷下去之后呢，它可能就大概平滑化就可以了。所以我没有再继续测到20 mm。因为20 mm 我在练的时候出了，也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变成说我要去调整到曝光值，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呢测到30 mm 的已经可以完整出来了。好接下来就是说先跟一下先前的比较，因为水洗树脂呢，其实我在1年多以前呢我就买过，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买3D 列印机，那但我跟其他人的想法就是我可不可以后处理少一点，所以我那时候买过一支黑色树脂。那这2支比起来，真的是味道是轻很多。因为水洗树脂我只买过1罐黑色，那后来我就没有再继续使用它。那这个是我当时在开发 NGI 78的高机动套件，自行建模，想说再测试一下，看人家那些开发的人他们大概是怎么做。但我想说应该也是用水洗树脂吧，因为水洗树脂处理方便嘛。那它可能要去大概验证上应该会蛮简单的。那这一支是普罗森现在出的水洗树脂，其实树脂品质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因为这是100 mm 去做列印的，100 mm这是100 mm。再来人家说什么放一段时间水洗树脂比较会裂，那这个是没有的，这个都没有。那我不晓得可能大概什么情况，不过因为我用的是黑色的，我在看的展现出来说比较强度没有那么好，都是其他这种颜色的。不过我使用上这个都影片都还在，因为这种你看放那么久了，到现在都还是很完整。好，再来就是说清洗上，我上次印的这个 ABS Like Plus， 这是 ABS Like Plus。那如果各位有看过先前影片，就我印发现说它清洗上跟那300-500一样，会有点到最后有点黏所以我先前就花了时间去找了这个东西甘油，我去看他们说明才知道说，如果说有点黏的话，你可以浸泡甘油去做2固。那我本来以为甘油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没有，其实甘油是无毒的，而且食品级的很多，一瓶也不会很贵啦。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保湿，所以你沾到手的话，顺便可以帮手做保湿。对它本来是说浸泡啦，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去拿一个小碟子，直接就把这个淋在上面呢，就变成说用这个去2固。那甘油的2固呢，其实你2固你要清也很简单，其实虽然它叫甘油，其实它根本不是油，所以到最后你只要拿水冲一下呢，这个甘油附在上面就全掉了当然粘性就没有了啦。真的是这样，可是这就是比较复杂的处理方式嘛。那它像水洗树脂我清洗上真的是用水就好了当然，它虽然标榜水洗，但是你还是可以用酒精去洗用酒精去洗呢，反而速度很快，因为你可能只要刷一下，然后就起来了。那虽然它的做法可能是叫你用水洗，但用酒精刷一下，那我反而是胆，因为我本身就有很多光固化树脂，所以我反而是先用酒精刷一下。那最后2固完之后呢，我再用水去清洁它，我是这样做啦。不过这样速度应该很快。清洁上真的是蛮简单的啦。好接下来呢，我印这个白膜呢，我是要跟这个传统的来比。这就是传统的白膜嘛，你如果去看一些套件都是这种颜色的其实不是这种颜色这个东西呢，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也有出现过。那当然，它过一段时间会有一点点发黄，一点点轻微，本来出来的时候会更白。这就是他们传统套件的问题。他们要生产这种白膜，会用一副矽胶模具，那可能生产出几副以后，可能就是那个模具可能就是不大能用了，所以那个价格，你看真的在卖的价格都蛮高的啦。
啊。当然现在3D 链已经出来，而且我觉得在这支精细度跟这个白膜比，这样比好像不大对，应该拿这个来，拿这个来，哦，就这样。这是30 mm 的，是30 mm 的精细度，我觉得在比应该都差不多这样。但这两个不同支啊，那这是炼出来的哦，那这是他们用细胶模具用 AB 的混合方式去弄出来的，那传统都是这一种。当然啊，3D 链跟这个还是有点差别。你看这种注料点啊，这种地方它都是这样一块，他们都是通常不会用圆柱状跟这种方形的混合去做注料点。那我们3D 链，然后可能就是一般的支撑这样架设而已。好啊，接下来就说，其实树脂进步，那机器也在进步。像这种东西啊，各位如果要猎鹰的话，你看我这个啊，我支撑就只有架设这样子，那你都这样子，那你这边等于是都不用处理。那你看这个脚也是，我就放在这里而已。那这一只呢，它真的是说它收缩率比较小，真的是真的。那你看我这个练出来的套件啊，用错脚了这一只，你看这个卡榫，所以它收缩率真的有比较小啦。这一只白色的这一只，真的有像他讲了，它品质会比较好，比上一只这个好，比上一只。当然，因为我这个是白色的啊，这是黑色的，所以要拍摄上应该是这个比较好拍啊。这白色这看起来就白白的嘛，啊，当然它要硬薄的也可以啦，只是说这就是硬薄的，只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说要猎鹰难度呢，因为如果说你习惯用了一般的光固化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用水洗，你有些习惯可能要改一下。不过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啦。对，我觉得那也没什么，那也还好啦。只是说，你如果照官方参数，你要调50 mm， 你要猎鹰会比较简单。那因为我希望把它调整到跟这种市售的这种品质哦，看能不能猎鹰出来差不多哦。那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测试，来把它降到30 mm 这样子。再来之后猎鹰机进步嘛，所以你现在变成说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猎鹰就好了。你支撑又少，那树脂的品质又提高，那以后可能就真的白膜你就可以自己印了吧。因为现在市面上你看到的一些人家提供出来的一些数位档案啊，其实这些创作者他们技术也在进步，真的不是只有机器进步跟树脂进步，连创作者也在进步。像我买了这个长期支持的那个作者啊，我发现说他真的是越雕越漂亮，他这是 Cyberpunk 的那个 Mado Levica， 那档案我之后也会把它的位置附给各位看一下。创作者其实也在进步啊，所以说之后可能真的是你有3D 猎鹰机了，那你可能看到不错白膜，你想要自己印的话，应该是蛮简单的。对，那现在的日本的一些创作者，我看他们在贩售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档案的，而是说出来的档案呢，那可能有些已经也是用3D 猎鹰的啦。所以我才会对这支水洗树脂有兴趣啊。等一下会把这3个30 mm、20、40 mm 跟50 mm 的3个头呢去做一下上色测试。最后呢，再把这一支树脂，你如果要使用它，那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再整理给各位参考。Hello， 大家好，那我把它上色好了。那这个是50 mm 的，那这个是40的，这是30的。那就拿这个来比较一下，这个是原始的。好，我把它放大一下。因为我在上漆的时候我没有去用滤漆器啊，所以那个颗粒表面上如果说有些会比较大，不过应该比较得出来吧。那一般上色的话，他们应该通常是3到4个流程吧，就是说底漆，然后再肤色，那可能会上保护漆，或中间可能会再一层其他的肤色，大概会3到4层，大概就这样。那你看这是50的嘛，这是40的，这30的。其实看表面光滑度应该可以比较得出来啦。那当然 ，Revo 它本身的解析度是14K，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调到很完美的话，你可能真的要用20 mm， 因为这样子就符合它 SYZ 全部都是20 mm 左右的解析度。那这是一般的塑胶套件的射出，大概这样。哈哈，
西部比较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镜头这样能不能拍出来啊。不过沉稳的部分，你可能上漆完之后，可能就几乎不见，所以说也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说，一些日本的创作者，他们开始使用3D 列印来作为自己的输出，去做贩售，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你几个流程下去之后，它的沉稳就都不见了。对，当然50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看得出来，因为50哈，你看这表面的这边就比较有点雾的啊。这个其实我自己这样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可是你降到30的话，就已经差不多。那40其实也已经快看不出来了，对，40也是差不多没有了。对，好啊，等一下就进入小结啦。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那这支料呢，我觉得它就是改良先前一支的一些小部分的缺点，对。所以说的它的特性，我觉得跟前一支是差不多的。那主要是味道真的差很多啦，跟前一支比的味道真的差很多。它味道非常淡，然后呢，它又更好产了。就是说我今天从载台上要取下来的更简单，虽然是曝光层数，设定成那个样子，可是还是蛮好取件的。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切片软体的设定部分。那这个新版的切片软体呢，它主要是说它的支撑的部分呢，它最初的，如果说你打开来，你去预设一台，它最初的支撑线都接触面都是设到0.6。那我在使用上的话呢，因为我在列印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会断掉啦，所以说呢，你可以再建立一组新的。那支撑的话，你可以我是把它设到最初设到1.5，然后呢也可以设1，我是比较建议调到1啊。这样的话你在列印上比较不会说好像有哪边断掉，又是出现什么问题，出来成功率也比较高一点。对，因为的话呢，因为我层高设到30 mm 嘛，你层高设的越小的话，其实它整个那个列印的时候面它需要的那个强度会越高啦。我觉得应该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你如果列印其他的树脂，或者是说这支树脂，那你发现说，只有支撑出来，结果没有东西，那可能就是你这个接触面的部分，这个接触面的部分，这个就是我的参数，我都把它设到1以上，1以上，更大型的你可能要就是我把它设到1.5或2以上。好接下来是参数的部分，那参数就在这里，我测到30 mm， 那曝光时间3.2。底层曝光时间没有变，对。然后再来是这个抬升前的静止时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要给树脂多一些时间反应吧，所以说我虽然把这个曝光参数调降，可是我还是把它加到这边来，就是说你其他这边让它多一点时间反应。然后回升之后静止时间没有改变，然后再来是说我的抬升速度我把它放慢了。对，因为我是自己要用的，所以我不会很 care 这个列印时间。对，因为我后来我有买 UPS 不断电系统了，所以我比较想要的是说，我印出来的东西就是它的品质，我后续处理会比较少，那品质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会把它速度放慢，不会像一般人可能说我希望它赶快出来，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好这边的话就提供给各位参考啦。